你越是想管好你身边的人，你的生活就会变得越糟糕。你苦口婆心劝另一半少喝点酒，早点睡，结果两人关系越来越紧张。你为朋友的两肋插刀，掏心掏肺，对方却把你的关心当作理所当然。你希望家人能理解你的选择，但他们的回应总是让你感到失望又无力。我们花了大半辈子的时间，试图扮演那个对的好心的角色，去修正别人的剧本，结果却发现，我们只是把自己变成了那场戏里最疲惫、最内耗的观众。今天我就要跟你分享这个来自畅销书作家 Mel Robbins 的强大工具，它将彻底颠覆你对人际关系的看法。它不仅能让你从别人的行为中解脱出来，更重要的是教你把力量收回来，专注于真正能让自己幸福的事情。你可能听过 Mel Robbins， 几年前他用5秒法则帮助了全球数百万人。如果说5秒法则是处理你和自己关系的工具，那今天这个就是处理你和他人关系的终极心法。这本叫顺其自然法则 The Let Them Theory 的新书绝不只是一个口号，它已经卖出了超过500万册，横扫纽约时报、亚马逊等各大畅销榜冠军。为什么回响这么大？因为身为全球最受尊敬的动机学专家之一，梅尔点出了一个核心问题：你之所以会卡关、会沮丧，问题不在你，而在于你把太多力量不自觉地交给了别人。而且这背后有严谨的科学支撑。这套理论融合了心理学、神经科学和古代智慧，教你如何停止浪费精力在无法控制的事情上，把焦点转回真正重要的事，你自己。接下来我会把它拆解成3个核心观点，让你一听就懂，听完就能用。第一个关键点，挣脱控制幻觉，释放你的心力。好，第一个观点直接点破真相，你根本控制不了任何成年人，你越想控制，就越是把自己的快乐交到别人手上。我给你说个梅尔书里的故事，你马上就懂了。他儿子奥克利要去参加高中舞会，你知道的，就是那种美国电影里的大事。结果舞会前，一大群青少年临时决定要去一家只有4张小桌子的墨西哥塔可店吃晚餐，外面还下着倾盆大雨。梅尔跟其他家长当场就焦虑炸了。你想想，新买的礼服、昂贵的皮鞋，这要是淋湿了、弄脏了怎么办？他们下意识就想介入，想去管理这个局面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梅尔的女儿肯达尔拉住他，说了一句让他醍醐灌顶的话。他说：妈，如果他们想去，那就让他们去吧 ，Let them。这是他们的舞会，不是你的。让他们淋湿吧，让他们把新鞋毁了吧，让他们去吧。就这几个字，梅尔说，他瞬间感觉肩膀上的压力全都消失了。他意识到自己一直在为一件根本不属于他的事瞎操心。你看，这就是控制的幻觉。我们总以为自己是那个更懂事、看得更远的人，所以我们忍不住要去纠正、去安排、去介入。但结果是什么？是你把对方的问题变成了你自己的压力。你消耗了大量的时间、精力和情绪去担忧一件你根本无法100%掌控的事。所以，下次当你又为了别人的行为感到焦虑或愤怒时，你就可以用这个方法。在心里默念那句咒语，顺其自然 Let them。 朋友聚会已读不回 Let them， 他们可能在忙，也可能就是不想来，这都不是你能控制的。伴侣又把袜子乱丢 Let them， 与其花力气生气，不如想想你能控制什么。同事在会议上提出愚蠢的建议 Let them， 你无法控制他的想法。这一步的关键是让你从情绪的漩涡中抽离出来，把心力从管他转移到管我。而这就带我们来到第2个也是更关键的一步。第2个关键点，从顺其自然到让我自己来，拿回主导权。光说顺其自然其实只做了一半，如果停在这里，你很容易会变得孤僻或怨天尤人。真正的力量来自第2步，让我自己来 Let me， 也就是为自己的下一步行动和情绪负起全责。想象一下这个场景，你滑开 IG， 看到一群好朋友周末出去玩，拍了很棒的照片，但他们没约你。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是不是觉得被排挤了，很受伤，心里开始脑补各种小剧场？如果你只用了第1步 Let them， 你可能会想，算了，不管他们了，反正他们就是那样的人。这会让你暂时感觉好一点，但内心深处，你其实是在筑起一道墙，把自己孤立起来。但如果你启动第2步，让我自己来，整个游戏就不同了。梅尔就遇到了完全一样的事，他重复对自己说顺其自然来平息最初的受伤感。
然后他问了自己一个关键问题，让我自己来思考一下，在这段友谊里，我自己扮演了什么角色。他意识到，过去几个月他因为工作太忙，拒绝了好几次邀约，也没主动关心过朋友。他发现朋友们没有恶意排挤他，他们只是在过自己的生活，而自己恰好从这段关系中缺席了。这就是让我自己来的威力。他强迫你把焦点从指责对方转向检视自己，从一个被动的受害者变成一个主动的玩家。Let them 负责切断你跟他人行为的负面情绪连结，让你冷静下来。Let me 则是在你冷静之后问自己，好，既然我控制不了他们，那我能为自己的幸福做些什么？ Let them 不回我讯息。 Let me 主动去约那些能给我正向回馈的朋友。 Let them 不认可我的工作。 Let me 专注于把事情做到最好，为我自己的努力感到骄傲。 Let them 对我的生活选择指点点。 Let me 过一个我自己满意的人生。这个2步骤的组合拳才是 Let them theory 的精髓，它让你收回了定义自己情绪和下一步行动的权利。第3个关键点，把嫉妒当罗盘，把愤怒当燃料。最后一点，我们来聊一个非常真实的情绪，嫉妒。这个法则最强大的应用之一，就是把你对别人的嫉妒和不爽，转化成指引你前进的老师，而不是折磨你的酷刑。梅尔有个朋友叫茉莉，是个才华洋溢的室内设计师，但一直懒得经营社群媒体。有一天，他发现一个根本没经验的邻居，靠着在 IG 上发文，事业做得风生水起。茉莉的反应是什么？嫉妒、愤怒、极度不爽。他觉得，凭什么？这个人根本不懂设计。梅尔告诉他一个颠覆性的观点，嫉妒是你未来在向你招手。那个让你恼火的人，其实不是你的敌人，而是你的免费教练。他之所以让你这么火大，是因为他正在做一件你内心深处知道自己应该做，却迟迟没去做的事。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思维转变。我们习惯性地认为，别人的成功就是我们的损失。但事实上，成功、幸福、金钱都不是限量供应的。下次当你感觉到嫉妒或愤怒时，别再把它当成毒药吞下去。试着这样做。第1步 ，Let them 在心里说，让他们成功吧，让他们做得比我好，让他们去抢占先机。承认这个事实，不要对抗。第2步 ，Let me 问自己，我从他身上看到了什么我想要的东西？他的成功证明了什么是可能的？把嫉妒的情绪能量转化成分析和行动的燃料。看到别人健身有成，与其酸言无语，不如说让他拥有好身材吧。让我自己来研究一下他的训练方法，今天就开始做10个深蹲。看到同行拿到一个大案子，与其抱怨不公，不如说让他拿下那个案子吧。让我自己来分析一下他成功的策略，看看我能从中学到什么，应用到下个提案。你的嫉妒其实是你内心渴望的信号灯，别关掉它，跟着它走。好，我们今天聊了 Let them theory 这个强大的思维工具。让我们快速总结一下，它其实是一个简单的2步骤框架。首先，当你被他人的行为或意见困扰时，对自己说 Let them， 这是一个断开连结的指令，让你从别人的问题中解脱出来，把宝贵的心力留给自己。然后立刻启动第2步，问自己 Let me 做什么。这是一个收回力量的开关，让你把焦点放回自己能控制的行动和选择上，主动为自己的幸福负责。我们谈到，你可以用这个方法挣脱控制的幻觉，可以用它拿回人际关系的主导权，甚至可以把嫉妒这种负面情绪变成驱动你前进的燃料。说到底，你无法控制天气，但你可以决定要不要带伞。别人就是那个天气，多变且不由你决定，而你的选择就是你的伞。停止把时间浪费在那些你无法改变的人和事上，你的精力、你的时间、你的平静都太宝贵了。是时候进入你人生的 Let me 时代了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，请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感谢你的时间，这里是核心知识，让我们一起洞察事物本质，建立你的思维体系。我们下部影片见。